啊，我们投入这么大这么久，所以我们就是要赚到最后1分钱才行啊！你房子给我卖太快，就是你给我卖便宜了，有该赚的钱没有赚到，知不知道？这样你要记过的，这样听得懂吗？这个真是不在业内听到就觉得是什么歪理。然后我们看公司这样在烧，真的蛮恐怖。我再说一次哦，卖房子、盖房子、卖房子这件事情，建商就是要赚到最后1分钱才行哦。房子卖太快，就是你卖便宜了啊，就是你有该赚的钱没有赚到哦。那这在建商里面是不行的，这是真的哦。就是如果一个代销，那么搞个热销热卖，那个代销下一次会被换掉哦，就这样啊。不然公司每个月这样在烧钱，我们那个还是小小的建商而已，真的很小，你都没听过那种小建商而已，每个月600万这样子在烧哦，烧3年呢，你来烧哦，之后你来收割。全台最难买10大地区哦，购房越困难越容易成为冤大头。听说建商一直盖，怎么是预售屋还是这么的难买啊？先说结论，现在盖的房子的数量还是不够用哦，抵不过市场的需求。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换现实工作该卖掉原本的房子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哦。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全台最难买的10大地区哦，这是个新闻啊。我刚好看到哦，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标题我念给你：抢钱又抢房，一表揭全台最难买10大地区。内容我们简单讲一下就好，就是591的分析哦。虽然大家现在都觉得房子一直在盖好像房子比人还多，空屋率嘛什么有没的，但其实现在市场真实的情况还是僧多粥少哦。我现在讲的是新建案哦，不是中古屋哦。好，来看图，你看这个图，这个图是包含预售跟新成屋哦。那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把它念一念哦。全台最难买房的10大行政区，第1名新竹县竹北市，哇，这个然后第2名台中市西屯区，第3名新北市板桥区，第4名台中市南屯区，第5名台中市梧栖区哦，真奇怪哦。第6名桃园市八德区哦，第7名新北市淡水区，第8名桃园市桃园区哦，第9名高雄市楠梓区哦，第10名高雄市三民区。你看这个表它里面没有台北市，是因为它统计上它就先排除了新建案数量低于30笔以下的行政区台北市也不用讨论，想也知道那神仙打架的地方然后我自己在看这张表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通常会看一些热点嘛，对不对？这里面我刚念的第1到第10我再重复一次我从第1名念到第10名，我念快一点给你看一下你关注的区有没有在这里面新竹竹北、台中西屯、新北板桥、台中南屯、台中梧栖、桃园八德、新北淡水、桃园、高雄楠梓、高雄三民。这里面怎么没有林口 A7， 对不对？现在不是说什么3件套，什么林口 A7然后淡水然后桃园青埔，然后也没有出现那个三峡北大特区，这个我也搞不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看就好。我们来看竹北的预售再加新成屋销售数量已经超过80%，然后现在数量只剩600户可以买，这很惊人呢。这很惊人呢。我们假设一栋普通大楼地下3楼，地上15楼好了，然后一层有3户，这很普通的格局嘛，对不对？整个竹北现在只剩13栋预售的数量可以挑，所以你现在去竹北买预售，如果我是建商，我实在没有理由卖便宜，你知道就奇货可居嘛那有没有你现在正在关注的地区这些都是买预售买到杀红眼，你现在想要上车的你势必就会买得很贵没办法，僧多粥少，真的是这样然后不宰你宰谁？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预售屋盖不够这个我知道就会有酸民说这个财团的阴谋啦这个政府都跟建商走在一起啦这是无良建商饥饿行销啦这有没的我跟你说错，现在已经在跑的建案最
最近都是2年3年以前就开始规划的，盖房子要时间啊，你以为今天盖明天卖哦？现在这个新建案就开始规划了就像我之前说，房地产是很慢的事情建商他要取回土地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困难的，你一定看过什么钉子户打死不走的新闻嘛？我随便找一个给你来在这边这个标题叫凤山车站最威钉子户，高市府呼吁搬迁。我跟你讲，他完蛋了。高雄市政府很凶的，好不好？那个知道你的那个楼是什么，有人检举啊，然后去测，发现是辐射钢筋海砂，直接就拆。那住户就迁移，你给我迁然后就安置好之后直接就拆，然后拆完之后要不要盖回来都还没讨论这很凶他还敢做钉子户。你面对是一整个市政府，然后市长是会换的啦你熟你也不会熟每一任市长，所以我不觉得他可以一直做这个钉子户好，那就红框里面这个就不肯签，然后就硬生生卡着。所以房地产的土地取得，我跟你讲没有想象中的容易，真的没有。然后取得完土地之后，还要再弄那个建案的设计，然后申请建造。建商必须要等到拿到建造之后才能够开工才能够开始可以对外销售预售屋，然后同时要跑很恐怖的贷款土建龙这我们一般人跑不到，我们就在那边房贷建商都在土建龙，突然很硬呢，你以为贷款8成闹这种事情然后才开始对外销售预售屋，然后销售的预售屋的钱，它又不是马上你现在给我买，我马上可以用，不是这样那个钱也一样会被履保起来。所以你现在看到还在卖的这些预售，实际上是2、3年前他们就启动了案子对啦，我知道有些建商会养地，然后建商都设计好了，然后这边放着养就这边慢慢养，等附近都盖起来，它土地价值跟它才要盖。可是现在因为法规改了平均地权条例改了，现在规定建商买一块土地18个月之内要动工，这很夸张你有没有看帅哥头在骂帅哥头在骂这个恶法，就是这大财团才有办法买地18个月后要盖，你说1年半这很合理吧？错，这个1年半要开工，这个对建商来讲太急太赶所以导致现在还只剩下台面上只剩下大的建商，什么新复发、远雄啊，跟什么润隆啊这种子公司还有办法持续在买地在盖，中小型都被抬出去了那大概就是这样，就打扫战场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台湾房地产市场神仙打架了现在只剩下大的集团有这个实力盖完，然后直接18个月之内就要它动工，好，那都不能养地了。最后你要知道，我还是建议你买中古屋但是你说有没有中小型的建商看到现在房地产的热度，想要拼一下多盖2楼，这是有可能的也有证据。但这个就跟买股票一样你看到隔壁老王都赚的这个肥滋滋的你怎么会不心动所以我不相信你不会心动啦。这那个看建商那毛起来赚，那个中小型建商绝对是有人跃跃欲试所以如果你要买预售屋我还是推荐你找大建商的建案那种什么只盖过1-2案的当地在地小建商，最好是先不要。你有没有发现烂尾都是这种建商盖到半人跑啦什么有没的你不要说这个烂尾现在不会出现现在都还有现在进行式板桥就有，那个新店也有，小建商就是这样，他资金的实力不够，这个苗头风向不对，然后他就挂了以后，他成本最低的方式叫做他不会切腹给你看嘛，切什么腹你也不想看那就跑路就是这样。就大建商他就是有能力把它盖好，然后安安全全把它交屋，然后新房子就会漏水，那是另一回事，他就有办法交屋嘿啦，你要买预售你还是要挑大建商，而且大建商才有实力去买那个超好的土地，什么双面临大路，然后景观什么，那大建商才有实力去买所以你看新复发房子真的很屌虽然都格局什么的，一台电梯到地下室而已，上班都在塞什么有没有讲一堆，但就真的很屌你看它盖出来是热卖就是这样土地又大又方正，因为那种天价的地就大财团超把它买，然后盖出来的房子又能够安安全全交屋你还图什么？我们回来你看现在银行贷款紧缩，你说不会打到土建龙我不相信，会间接影响到，比方说他之前盖好，然后准备要对保，就对保之后，他的客户跟他买房子的客户现在都被卡住，那他也很严重好，那至少大建商他怎样？他有2个水库，第一个是他自己本业的水库，第二个是股票他可以卖股票筹钱卖股票一筹的钱都是亿为单位的我们讲周转丢税啦还是大建商比较有余裕去做。你小建商你没有上市的股票在流通，
你只能去借民间哦，那很危险的事情。好，那小建商很辛苦啊，真的是很辛苦哦。那如果你跟我一样都不想要冒这个预售屋，也不想要买未来价的话，那就是上中古屋的车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来蹭这个新建案附近来蹭政府的重大公共工程建设啊，等人帮你抬轿这样。讲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全台最难买的10大地区。那我先跟你分析了这个591做的报告他说现在竹北的预售屋跟新成屋最夯，整个竹北现在只剩600户新房子可以买然后天价很难买这样。而我也提醒现在在这个地方预售卖的这么凶，你现在要入场一定是买在相对高点，这没办法，僧多粥少。另外我也跟你分享了这个预售屋供应量不足的原因不是建商在搞饥饿行销，而是他们当初也没有预料到现在房地产会这么热，所以现在跑的案子都是2-3年前规划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来不及这样生新的建案。最后我也给你一个建议就如果你要买建案，最好还是锁定大建商的建案，因为他们资金实力比较强，如果未来遇到了银行限缩比较不会怕。如果你不想冒这个建商可能会跑路的风险，就可以跟我一样去买中古屋那我们就重大建设流派蹭好蹭满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也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第三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我以前带过建商，真的很短的时间，很短，好像3个月吧我那时候就刚退伍，我是烂草莓就这样我也屁孩过对啊，那做3个月就走了，走的原因也不是什么居住正义这的理由啦，就是我很讨厌里面的氛围很讨厌超级传产到爆，主管没走你不能走你就不能下班主管其实他也没事，他在那边翘脚抽烟打那个神来也麻将，但是你就是不能走那你走了就是不尊重他，怎样有没的，反正传产那一套了跟当兵一样。然后整间办公室都在抽烟我那时候也抽烟我知道，但他们抽成这样，这很恐怖那个公务每一个人都抽然后那个整个办公室都烟味，这样描述都还不精准。我跟你讲，那个真的很恐怖，烟灰缸都放办公桌上，然后那个打扫的每天都要倒烟灰缸，每天都满的，然后大概有2个3个这样，很恐怖，多恐怖！玻璃门一打开，那个会像冰箱一样那个会有雾这样子倒出来倾泻出来哇，很恐怖。慢慢把烟抽成这样干嘛？我现在想想电子烟真的是清新自然又健康，你那个传统那样我大家都在抽。这很恐怖所以我做一做看一看我就跑了还是有学到的东西，还是有，也跟你分享我在那边学到的东西，就是说建商其实很硬，真的很硬。我不是说那个上班不轻松的硬，而是他们的生意压力很大，风险超级之高。公司买一块土地，然后找营造盖房，你知道那个盖房子不是建商自己盖是营造在盖那只是建商很出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盖房子营造室又分甲级乙级那甲级营造不太可能请出马了，那盖高铁的找营造盖房子，你一找营造他盖房子你买土地的钱你可能贷款他还在烧，那你在盖房子每个月要往里面丢600多万，每个月600多万这样在烧，每个月然后连续3年没有收入连续3年这样连丢3年，连烧3年这个压力真的是超级大的。买土地也贷款建筑融资也贷款
啊，全部都是易来易去在烧哦。像我们凡人啊，我们听到什么央行升息半码逼逼错，对不对？其实升息半码还好，不太会痛嘛。但是对于那个贷款是易来易去的土建融的专案，这升息半码很恐怖呢，真的很恐怖。你就把你的那个你每个月因为升息多缴的，好像1000万房贷，我之前拍过嘛，1000万房贷一个月会多600块嘛，哦，你把它弄到1亿，对啊，很恐怖呢。就你看这样子，建商在烧吼，那时候有一个大主管，有一个大主管，就公司的大主管，他怎样，他就甩给我500块，哦，叫我去 7买那个微波的便当跟饮料，我还以为那个建商吃的比较好，哦，山珍海也没有啊，还不是那边吃7微波便当，哦，叫我去那个。买那个微波的便当跟饮料跟那个香烟又来香烟那我自己要吃的午餐我就一起买啊，剩下不用找就给我当跑腿费啊，就边吃边聊。其实也不是聊了是听他老人干够，你知道那个丰功伟业怎样？那时候刚退伍嘛，那我当然是就好厉害真的太厉害了吧，太强了吧然后我就这样回应，然后就给那个大主管那个满满的情绪价值听了就爽嘛，爽就会一直讲嘛然后就这年轻人不错，很受教什么？我哪里受教，是附和而已。好，反正老人就这样，你给他一个情绪价值他就一直跟你讲，他讲的都屁话，然后有几句生意上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认为超有道理我来学一下他的声音，他说。我们投入这么大这么久，所以我们就是要赚到最后1分钱才行啊！你房子给我卖太快，就是你给我卖便宜了，有该赚的钱没有赚到，知不知道？这样你要记过的，这样听得懂吗？这个是不在业内听到就觉得是什么歪理。然后我们看公司这样在烧，真的蛮恐怖。我再说一次卖房子、盖房子、卖房子这件事情，建商就是要赚到最后1分钱才行房子卖太快，就是你卖便宜了啊，就是你有该赚的钱没有赚到那这在建商里面是不行的，这是真的就是如果一个代销那么搞个热销热卖，那个代销下一次会被换掉就这样不然公司每个月这样在烧钱我们那个还是小小的。建商而已，真的很小，你都没听过那种小建商而已，每个月600万这样子在烧烧3年呢。你来烧之后你来收割，我告诉你，你会比那个建商更贪心，我告诉你因为玩命的事情，对不对？有道理真的很有道理，这样烧起来真的很恐怖所以建商他就是要赚到最后1分钱才对就是房子能卖多贵就要卖多贵。才对得起怎样？才对得起以前肩膀上扛的那种巨大的压力跟风险啊！所以从此以后我就释怀了因为换做我做建商，我也是这样，我也要赚到最后1分钱。那我社会观感不佳，我被骂又怎样？被骂不会痛，但是我中间在盖纯烧钱没收入的时候，风险超级大的呢。这个弄不好就真的是怎样妻离子散要跑路的那种等级的压力呢我被骂又怎样所以终于迎来了在这个开始开卖在收割的时刻，谁不毛起来收割啊？就这样啊你在收稻子的时候在收你就这样割，没有他们在收菜的时候是拉起来，然后把那个最根都要，就叫做把能赚的钱赚到最后1分钱，不然之前这样压力大假的。所以虽然大家都很讨厌建商，但就还是那句话只看狼吃肉，没看狼挨打嘛，对不对？你要建商去卖你便宜，根本上就不可能的事，要不然扛那些压力干嘛？一旦有了催化剂比方说什么缺工缺料议题碳排放要买碳权的议题，这都是毛起来变相加价的理由。是我也加，我告诉你，盖这个案子都差点要妻离子散要跑路了，我就怎样？我疯狂收割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要毛起来赚到什么下一个案子的资本才行多赚一点钱来怎样来降低下一案的压力，是这样子不然你这个做建商的人，那么只有一条命真的不够用，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外面都没在讲了，对不对这就是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建商的思维今天就被你听到了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道理？